你有听过一种特殊的医疗技术，可以在人死后的72小时内，透过外力取出精子保存，以便繁衍后代吗？今年以色列国会通过了一项叫做延续性法案的草案，允许人们合法死后取精，让所有想生小孩的人都一圆生前的梦想。休蛋几了，这个身后服务也太周到了吧？为什么以色列人死了都要生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以色列的延续性法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以色列今年的3月一读通过了延续性法案的草案。这项法案当中规定如果国内的男性军人在服役期间不幸战死沙场，那么只要他生前有签署同意书，他的遗孀或者父母就有权利请医生来死后取精，延续他的血脉。而这项法案的推行人也表示目前推动的法案只是先从以色列的国军开始，如果推行顺利的话，未来希望能让全国的男性都能够享有这项权利。这项法案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非常魔幻，因为一方面这表示会有人帮死者进行取精手术，同时也代表会有不少的小孩在爸爸死后才出生。这种无论如何都要生小孩的心情，对我们台湾来说真的是很难想象。究竟为什么以色列会有这么高的生育意愿？而实施这项延续性法案真的没有问题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按照惯例进段工商服务时间。多数的台湾人人生第一个接触到的乐器就是直笛，为什么每个孩子都要吹直笛？堵住学生的嘴巴。直笛的教学或者是一些古典音乐的学习，跟他们的生活是比较没有相关。大考之前，可能这些学科的老师如果需要借课的话，第一个首选会想要先借音乐课。家长可能会私底下跟你说，老师，我家小孩子未来没有要走音乐这一条路，就让他接触一下，这样就好了。我大学念的是音乐教育学系，少子化这个情况，职缺只是越来越少而已。有一些 case 是你可能要接的时候不会知道你有多少钱。现在的音乐市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分众的时代，几乎什么音乐都有可能会有听众喜欢。那有多少音乐系学生毕业后继续做音乐呢？大概通常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跟生育率成反比，也就是经济状况越好，小孩就生得越少。以台湾来说，女性平均一生当中生育子女的数量在近几十年间逐渐的下降，到了2020年时已经剩不到1个人。不过以色列并不受到这项常理的限制，2022年他们国内的女性平均生育数仍然是1人2.9个孩子，而其中有些族裔的女性的生育率是3到4，而我们曾经介绍过超保守正统的哈雷迪教派，更是能生就是福的观念之下平均1位女性会生6到7个小孩。根据联合国2020到2025年的全球生育率预测排名，以色列在205个国家当中排名第59，是前1/3里面极少数不在非洲的国家。此外在全球35个主要经济体组成的 OECD 当中，以色列的生育率更是稳居冠军宝座。这么高的生育率让以色列的人口快速的翻倍。1948年以色列刚建国的时候只有80万人，但到了今年2022的年中人口已经突破了970万，在75年内就翻了12倍。这些数据都显示，以色列人在生小孩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充满了干劲。而这样子的生育表现，除了来自自然生产之外也多亏了以色列国内高超的体外受精技术。为了让难以受孕的妇女也能够完成生小孩的心愿，以色列从很早就开始发展体外受精技术，技术也十分的先进。而且即使这项疗程所费不赀以色列政府还是愿意高额补助所有需要的女性，在45岁以前无限制尝试体外受精，直到生出2个小孩为止。根据统计以色列每年有4% 的新生儿都是透过这项技术出生的。而此外，以色列的社会氛围与政府的政策也都十分的友善育婴，例如人们对于小孩哭闹的容忍度很高，托婴机制完善，妈妈有职场补助，政府也透过工时法规来保障育儿时间等等。从技术到政策，以色列都营造出了一个鼓励生育、友善生育的环境。只不过鼓励措施再好，也不代表人们真的就愿意生。那以色列国民那股想生小孩的强烈意愿究竟是哪里来的？有很多的报道跟资料都认为这可能跟以色列大多是犹太人有些关系。
以色列有大约75% 的国民都是犹太人，而多子多孙多福气正是犹太人的传统观念。他们大多习惯整个大家庭一起生活，普遍不太担心养不起的问题，也总是有许多的亲戚能够一起照顾小孩。而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指出，很想生的心态会深植犹太人的心中，可能跟他们2战时失去很多的同胞有关。当时全球有高达40% 的犹太人都在纳粹的迫害之下失去生命，而这使得以色列在建国之后非常有意识的想要把失去的人口都生回来，壮大自己的民族。有2战的幸存者呢，就曾经表示，他独自一人移民到以色列之前，家人已经全部死于纳粹的集中营。而后来他自己生了10个小孩，小孩们呢又生了孙子，2、3代加总起来一家的人口已经超过了70人。他认为这就是对于纳粹最好的报复。此外，以色列为了要保卫国家，也非常的重视军力，每一个出生的小孩不论男女都要当兵，而能够作战的人数当然是越多越好。换句话说，生小孩在以色列不只是自己的人生规划，更是攸关国家安全、民族存亡的大事，也难怪以色列会想要推动延续性法案。对于以色列政府来说，每一个为国牺牲的军人，国家都有义务要照顾他们身后的家庭，而让家庭拥有下一代，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补偿。这次提出的延续性法案，主要就是全面的允许医生替刚刚死亡的男性士兵进行死后取精的手术。这听起来虽然很猎奇但这项技术其实早在1970年代末就已经有了。根据这项技术的初始发明者罗斯曼医师的分享，取精技术呢主要有3种。第一呢是直接用针筒插入睾丸之后把精子抽取出来。2呢是先把睾丸切下来之后再插针抽取，3呢则是利用电击的方式协助死者自主射精。而其中为了作业方便最常使用的是方法2，先切再取的做法。而取出后的精子呢，再透过体外受精的技术，让死者的太太或是代理孕母受孕。1990年代，英国妇女戴安·布拉德成为史上第一个利用死去丈夫的精子生下小孩的人。不过，尽管这项技术很早就出现了，但到目前为止，实际用上的案例其实并不多。这是因为精子属于可以创造出生命的遗传物质，不像死者其他的遗产可以直接被继承跟任意使用。通常死者家属想要拿取出的精子去受孕，都得要取得法院的特殊判决，先确认过世当事人的意愿、家庭的期待、对孩子的未来规划等等考量之后，进行个案的处理。举以色列过往的例子来说，最著名的一个案例呢，是有个小女孩在父亲过世11年后才出生。她的爸爸科恩在2002年的一场作战当中不幸身亡因为还没有结婚，所以科恩的父母取下他的精子，希望找到代理孕母繁衍后代。他们上法院打官司，直到2007年终于获得法律许可，之后又一直到2013年才找到适合的生育人选。当时法院判决认为，科恩生前确实想要有小孩，因此准许他的家人取精生子。而这个判例呢，也让逝者的口头或是文字遗属成为法院判定能不能够准许的重要标准之一。但这之中也有打官司失败的例子，例如2017年有对夫妇向法院争取想用儿子的精子再生一个小孩当成儿子抚养，但这场官司的法官却认为父母没有处置儿子精子的权利，而且让孩子在这种状况之下出生，可能会对他的身心有负面影响。那直到近年这样子的生育方式也都没有取得社会与法律上面普遍的共识，所以以色列2022年初通过的延续性法案也引来了许多学者的批评。有一派的批评指出，在这条法案上面诞生的孩子注定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所以这条法律呢根本是蓄意在制造孤儿。人们明明知道孩子不会出生在一个健全的家庭里面，却还是要生，再加上许多服兵役的年轻人甚至都还来不及结婚，那他们死后出生的小孩就只能够跟祖父母一起组成隔代家庭。而此外，也有人是从儿童身心发展的角度切入，认为这些死后才出生的孩子身上通常都得背负着特殊的期待，难免被当成是纪念过世的儿子或者丈夫的东西。这种特殊的期待呢，可能会让孩子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例如，他可能会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某人的复制品。甚至有人批评孩子就像是家属为死者建立的活体纪念碑。目前这项法案还停在一读通过的阶段何时会继续的审查法案，何时呢会开始实施，又或者法案会因为批评而暂停，都还没有进一步的资讯。延续性法案对一个社会、家庭以及新生命的影响，都得要继续的看下去才会知道了。
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哦。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一期，请记得按下订阅，我们会不定期的制作像这样子的国际议题影片。那话说回来哦，我们可以发现，利用死者的精子生下后代，实际上面会牵涉到好几个庞大又复杂的议题，包含人工制造死者后代的伦理议题，怎样才是对于儿童身心福祉最好的做法，又或者什么才是健康家庭的组成标准等等。而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在多数国家死后取精在体外受精的规定都非常的严格，甚至有不少地区完全禁止这么做的原因。我们觉得孩子快不快乐要如何衡量，应该就是延续性法案与其他类似案例最难取得共识的地方。因为每个人对于幸福家庭的定义与想象可能都很不一样。有人认为父母都健在的家庭呢才算是幸福的家庭，但我们也有看到一些真实故事是透过死后取精跟体外受精技术而出生的孩子，其实在许多的长辈照顾之下，似乎也是过得相当的幸福。所以今天的提问呢，就想来问大家哦，你觉得小孩子的幸福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 ？A. 健全的家庭 ，B. 充足的关怀与爱 ，C. 良好的教育环境 ，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死了都要生。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一言不合就告爸妈的反出生主义，以及神秘的犹太社群哈雷迪教派。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